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4章。菲比的追求者。乔治·托尔博伊斯先生，凡自本月7日起曾与此位先生会面，或掌握其在该日后任何行踪信息者，请与横平法院向14号 A 站联络，必有重酬。罗伯特返回伦敦2-3天后，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与奥德利夫人艾莉西亚共进早餐时，在《泰晤士报》的第2栏读到了这则启事。这么说，他们还没找到罗伯特的朋友。从男爵读完启事后，对妻子和女儿说：“说实话，奥德利夫人答道，我很惊讶，竟然还有人这么天真地去找他。很明显，那个年轻人心神不定，困惑迷茫，就像现代版的班菲尔德穆尔卡鲁一样，没有什么能让他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尽管这则启事连续刊登了3天，奥德利庄园的居民们却并未太在意托尔博伊斯先生的失踪。此后，迈克尔爵士、夫人和艾莉西亚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自从年轻的律师在奥德利庄园度过那个平静的夜晚，与众人共进晚餐之后，艾莉西亚·奥德利和她美丽继母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善。他是个装模作样、轻浮浅薄、没有心肝的妖精。艾莉西亚对她的纽芬兰犬凯撒说：“凯撒是这位年轻女士唯一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他是个老练圆滑的妖精。”凯撒还不满足于像埃塞克斯郡一般的男人炫耀他那金色的卷发和愚蠢的笑容，非要让我那个傻表哥也对他产生兴趣。我快受不了他了。艾莉西亚·奥德利小姐对她继母的无礼态度如此明显，以至于迈克尔爵士不得不训斥她唯一的女儿。我可怜的妻子非常敏感。艾莉西亚从男爵严肃地说，你的态度对她影响很大。我一个字也不信，爸爸。艾莉西亚断然回答。您觉得她敏感，是因为她有双白皙柔软的手，一双大大的蓝眼睛，长长的睫毛，还有那些男人觉得迷人的做作古怪的举止。敏感？哼！我见过他用那双白皙纤细的手指做出残忍的事情，还因为自己造成的痛苦而发笑。我很抱歉，爸爸。看到父亲痛苦的神情，他的语气稍微软化了一些。虽然他介入了我们之间，夺走了我这颗如此珍贵和慷慨的心的爱，但我还是希望为了您的缘故而喜欢他。但是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凯撒也做不到。有一次，他张着嘴，露出他那细小的白牙，走近那条狗，用他那纤细的手抚摸他的头。但如果我没有抓住他的项圈，他就会扑向他的喉咙，把它撕碎。他也许能迷惑埃塞克斯郡所有的男人，但他永远也成不了凯撒的朋友。如果你的狗性情凶猛，危及露西的生命，他就会被处死。迈克尔爵士生气地回答。纽芬兰犬慢慢地眯起眼睛，望向说话的人，仿佛听懂了所说的一切。就在这时，奥德利夫人走进房间，那只狗把头埋在女主人的身边，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狗的行为中流露出一种恐惧，而非凶猛。尽管凯撒会害怕像奥德利夫人这样外表脆弱的生物，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奥德利夫人和蔼可亲，但她在奥德利庄园没待多久就察觉到艾莉西亚对她的反感。她只提到过一次，当时她优雅地耸了耸肩，叹了口气说：“艾莉西亚，你不能喜欢我，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一向没什么敌人。但既然看来非如此不可，我也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不能成为朋友，
至少让我们彼此保持中立。你不会想伤害我吧，是吗？伤害您？艾莉西亚叫道。我怎么会伤害您呢？你不会想剥夺你父亲对我的感情吧？也许我不像您那么和蔼可亲，米莱迪。也许我不会对路上遇到的每个陌生人都报以甜美的微笑和悦耳的话语，但我做不出那么卑鄙的事情。而且，即使我做得出，我相信我父亲对您的爱是如此深厚，除非您自己行为不端，否则任何事情都无法剥夺他对您的爱。你太严厉了，艾莉西亚。奥德利夫人做了个小鬼脸，叫道：我想我应该从你的话里推断出，你认为我是个虚伪的人。好吧，我就是忍不住对人微笑，和他们亲切地说话。我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好，但如果我比大多数人更讨人喜欢，我也没办法。取悦别人并不是什么罪过。因此，考虑到艾莉西亚已经断绝了奥德利夫人和她之间任何亲近的可能，而且迈克尔爵士又忙于庄园事务和其他男性娱乐活动，每天都要离家好几个小时。奥德利夫人，她本性爱好交际，转而寻求她那位睫毛浅淡的侍女的陪伴，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了。菲比马克斯正是那种能从侍女晋升为伴侣的女孩，她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理解女主人的意思。当女主人心血来潮，开始滔滔不绝，舌头仿佛因自己发出的噼啪声而疯狂舞动，就像西班牙舞者听到响板声一样。菲比懂一点法语，足以粗略阅读奥德利夫人从柏林顿拱廊街订购的那些黄色封面的小说，并能与女主人讨论那些浪漫小说中有争议的话题。侍女与露西·奥德利容貌上的相似，或许也是两人投缘的原因之一。他们并非惊人的相像，一个陌生人可能同时看到他们两人，却丝毫察觉不到这种相似。然而，如果有人在奥德利庄园昏暗的橡木镶板走廊里，或是在花园绿树成荫的小径上，看到菲比马克斯在幽暗的光线下悄然划过，就很容易把他错认为奥德利夫人。10月凛冽的寒风吹动着长长林荫道上断树的叶子，将枯黄的叶片堆积起来，在干燥的碎石小径上发出鬼魅般的沙沙声。古井想必已被堆积在井口的落叶堵塞了一半，那些叶子在漆黑开裂的井口打着旋儿，宁静的鱼塘水面也漂浮着腐烂的枯叶，于是水面变色的水草混杂在一起。无论迈克尔爵士雇佣多少园丁，都无法阻止秋天那只具有破坏力的手在奥德利庄园的土地上留下印记。我真讨厌这凄凉的月份。奥德利夫人在花园里散步时抱怨道，裹在貂皮斗篷里瑟瑟发抖。一切都凋零败落，冰冷的阳光照在丑陋的大地上，就像煤气灯的光芒照亮老妇人脸上的皱纹。我会变老吗，菲比？我的头发会像这些树上的叶子一样掉光，让我变得憔悴赤裸吗？我老了以后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他比被寒冷的东风吹袭时更加颤抖。他裹紧皮毛，开始快步走起来，侍女几乎跟不上他的脚步。你还记得吗，菲比？几分钟后，他放慢脚步说，我们读过的那本法国小说，讲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犯了罪，我不记得是什么罪了。在她权势和美貌的巅峰时期，整个巴黎每晚都拜倒在她的脚下，人们会从国王的马车旁散开，蜂拥到他的马车周围，只为一睹他的芳容。你还记得他如何将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秘密保守了近半个世纪，在家族城堡里度过晚年，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如同未受册封的圣徒和穷人的圣徒和穷人的恩人一般。还有，
当他头发花白，双眼近乎失明时，那个秘密却因为浪漫小说中常有的某种离奇巧合而公之于众。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火刑。在他全盛时期统治的国王早已去世，他曾是其中明星的宫廷也已面目全非。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和大法官，那些或许会帮助他的人，都已在坟墓中腐烂。那些年轻勇敢的骑士，那些会为他献出生命的人，也已在遥远的战场上阵亡。他活了下来，眼看着自己所属的时代像一场梦一样消逝，然后被判处火刑，身后只跟着一群无知的农民。他们忘记了他所有的慷慨，像对待一个邪恶的女巫一样对他大声辱骂。我不喜欢那些阴森的故事，夫人。菲比马克思打着寒噤说，不用看书，在这个阴沉的地方也会让人感到害怕。奥德利夫人耸了耸肩，对侍女的直率报以一笑。这地方确实阴沉，菲比，她表示同意。虽然我绝不会对我亲爱的丈夫这么说，虽然我现在是郡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的妻子，但以前和道森一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也不算太差。不过话说回来，能穿价值60基尼的皮草，花几千英镑来装饰我的房间，也是值得的。既然奥德利夫人待他如伴侣，而且他领着一份远超普通侍女的丰厚薪水，外加各种额外津贴，菲比马克思想要离开这个职位，实在令人费解。但事实是，他急于用奥德利庄园的所有优越条件，去换取作为表哥卢克妻子那渺茫的前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年轻人已经从他心上人的好运中获益。他一直缠着菲比不放，直到菲比通过奥德利夫人的斡旋，在奥德利庄园的马厩里给他谋了个马夫助手的差事。他从不与艾莉西亚或迈克尔爵士一同骑马，但在奥德利夫人为数不多的几次骑乘那匹为他预留的漂亮灰色纯种马时，他总设法陪同出行。仅仅骑了1个小时，他就发现，尽管露西·奥德利穿着那身长长的蓝色旗装显得多么优雅，但他却是个胆怯的骑手，完全无法驾驭他所骑乘的马匹。奥德利夫人向侍女表达了她对侍女想嫁给那个粗鲁马夫的不满。2个女人坐在奥德利夫人梳妆室的壁炉旁，灰色的天空预示着10月午后的结束，黑色常春藤的枝蔓使铰链窗户更显阴暗。菲比，你肯定不是爱上了那个笨手笨脚、模样丑陋的男人吧？奥德利夫人突然问道。女孩坐在女主人脚边的一张矮凳上，她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凝视着噼啪作响的炉火那红色的深渊，沉默了一会儿。几分钟后，她开口说话，与其说是在回答露西的问题，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我想我不可能爱上他，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刚过15岁就答应嫁给他了。现在我不敢违背这个承诺。有好几次，我想好了要对他说的话，告诉他我不能遵守诺言，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呆呆地坐着看着他，喉咙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我不敢拒绝他，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坐在那里，用他的大折刀削树枝，直到我觉得，正是像他这样的男人才会把未婚妻骗到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违背诺言而杀死地方，因为他们违背诺言而杀死他们。他年轻的时候总是很暴力，报复心很强。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和他母亲吵架时掏出了那把同样的折刀。夫人，我告诉您，我必须嫁给他。别傻了，别做那种事，露西回答。
你觉得他会杀了你，是吗？如果他有杀人的念头，你认为做他的妻子会更安全吗？如果你背叛了他，或者激起了他的嫉妒，如果他想娶别的女人，或者想从你那里拿走你的钱，他杀你不是更容易吗？我告诉你，菲比，你不能嫁给他。首先，我讨厌那个男人；其次，我可不能没有你的服饰。我们会给他一些钱，让他走。菲比·马克思抓住女主人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夫人，我亲爱的好夫人，她激动地叫道，别想把我牵扯进来，别让我背叛他。我告诉您，我必须嫁给他。您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违背诺言，我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幸。我必须嫁给他。那好吧，菲比夫人回答，我不能反对你的愿望。这件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是的，夫人。女孩回答，没有直视露西的眼睛。我会非常舍不得你，但我答应过会一直支持你。你们结婚后，你表哥打算怎么谋生？他想开一家小酒馆。那样的话，他就会有一家小酒馆，而且他越早变成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越好。迈克尔爵士今晚要去马格雷夫指挥官家参加一个只有男士的晚宴。我的继女和她的朋友们在格兰奇西斯。你晚饭后可以带你表哥到我的梳妆室来，我会告诉他我打算为他做些什么。您真好，夫人。菲比叹了口气回答。奥德利夫人坐在豪华的梳妆室里，周围闪耀着炉火和蜡烛的光芒。沙发上琥珀色的锦缎靠垫与她深紫色天鹅绒长袍形成鲜明对比，卷曲的头发在她颈后形成一圈金色的光晕。她周围的一切都显示出财富和华丽。然而，与这环境和她的美貌形成奇异对比的，是那个粗鲁的马夫。他正挠着他那颗大脑袋，听着奥德利夫人向他解释他想为他信任的侍女做些什么。露西的许诺非常慷慨，他曾设想，无论这个男人多么粗鲁，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令他吃惊的是，他听完他的提议后，一言不发地盯着地板。菲比站在他身边，似乎为这个男人的粗鲁而感到难过。卢克，快告诉夫人你有多感激他，他催促道。但我并没有那么感激，他的心上人冷酷地回答。50英镑开个小酒馆算不了什么，夫人，您把价钱提到100英镑吧。我绝不会那样做，奥德利夫人答道。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而且我很惊讶你竟敢如此放肆地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哦，是的，您会的，卢克回答，带着一种平静的放肆，其中暗含深意。您会给我100英镑的，夫人。奥德利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男人，直到他再也无法承受他的目光。然后他走到侍女身边，用他那在极度激动时特有的高亢尖锐的声音说道：菲比·马克思，你把这件事告诉了这个男人。女孩跪倒在奥德利夫人的脚下。哦，请原谅我，原谅我，她恳求道，是他逼我的，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他的。